你是否曾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或是遭遇重大打击的瞬间，崩溃地问苍天：为什么是我？我明明没做坏事，对人这么好，为什么别人要这样伤害我？也许是一份猝不及防的健检报告，也许是最信任的伙伴背叛，又或者是那段让你倾尽所有，却换来满身伤痕的感情。人到中年，谁不是带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在苦苦支撑？当你觉得掉进了人生的深渊，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残忍、太不公平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真的会让人觉得快要活不下去了。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大家好，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或者觉得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请千万不要划开。今天这部影片将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次转折。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在佛法的眼里，你现在所受的极致痛苦，其实是一份包装得很丑陋的礼物。看完这支影片，你将明白极乐世界的底层逻辑，并学会如何把眼前的烂摊子转化为人生最大的福报与灵性觉醒的钥匙，让你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即使身处泥沼，也能开出一朵从容自在的莲花。其实，除了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把我们逼到崩溃边缘的，更是生活中日复一日的慢性疲惫。你一定也在心里偷偷问过自己，活着为什么这么累？小时候总以为只要够努力，人生就会一帆风顺，但到了35、40岁后才惊觉，世界根本不是这样运转的。我们的物质生活比以前好，随便滑滑手机，什么都能买到。但为什么拥有的越多，心却越来越慌？每天睁开眼就是缴不完的账单，长辈的健康与孩子的未来，我们总习惯在心里画大饼，等熬到退休就可以真正享福了。残酷的现实却是，我们就像在滚轮上不断奔跑的仓鼠，气喘吁吁却始终停不下来。佛经早就给出了答案，我们身处的叫做娑婆世界，亦即堪忍。这里本就充满遗憾、爱别离与生老病死，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妄想寻找永恒的安稳，就像在沙漠里找水，只会越找越渴。面对苦难，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多做善事，死后上天堂享福。但在佛教宇宙观里，大家梦寐以求的天堂只是六道轮回里的天道，它就像一家顶级的7星级饭店，你靠着这辈子累积的福报，当存款住进总统套房。然而，存款总有花完的一天，当福报耗尽，你会经历天人五衰，眼睁睁看着自己跌落云端，再次掉入轮回。因此，天堂只是暂时的中继站，真正的解药是超越轮回的更高维度空间。西方极乐世界，人间的快乐全是有副作用的，升职加薪背后是无尽的加班，就像裹着糖衣的毒药。但极乐是纯粹的快乐，彻底拔除了生老病死的根源，那里没有烦恼与压力，大地由柔软黄金铺成，喝一口七宝池的8功德水就能洗涤灵魂。最震撼的是，那里根本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像现在这样苦命劳碌，动个念头，想要的衣服、房子瞬间显现，永远没有寒冬酷暑。听到这，你一定会嘀咕，要什么有什么，那大家不都在混吃等死吗？大错特错，极乐世界绝对不是享乐度假的养老院，而是阿弥陀佛为了全宇宙渴望觉醒的灵魂打造的最高学府博士班。在娑婆世界修行太难，诱惑太多，但在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是无量寿，那里的微风、水流全在讲授佛法，人人自带神通超能力，一个念头就能跨越星系去听佛陀讲课。大家唯一的目标
就是修行。在顶级导师阿弥陀佛的指导下，保证你一定能顺利毕业，成就佛果。听到这里，你心里是不是升起了一股巨大的向往？但疑问也一定随之而来。这么完美的宇宙最高学府，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长达67亿年的宏伟造证计划。很多朋友听到这里，甚至会感到一丝自卑。里面住的都是大菩萨，像我这样一个每天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充满贪嗔痴，甚至偶尔还会对生活破口大骂的凡夫俗子，真的有资格去吗？极乐世界的大门到底是为谁而开的？为了解开这个疑惑，我们必须来听一个真实发生在2500多年前的历史公案。这个故事记录在佛教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观无量寿经》里面，它探讨了人类能经历到最极致的心理痛苦，但也正是这份痛苦敲开了通往极乐世界的大门。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韦提希的王后，在古印度的摩揭陀国，国王叫做频婆娑罗王，王后就是韦提希夫人。这对夫妻是释迦牟尼佛非常虔诚的弟子，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尽的财富，还有一个原本被视为骄傲的太子，叫做阿普氏。韦提希夫人的前半生简直就是人生一帆风顺的模范生，但是命运的翻转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太子阿喜氏长大后受到了恶人的挑拨，竟然发动了政变，篡夺了王位。他不仅把自己的亲生父亲频婆娑罗王关进了大牢，还下令任何人都不准送食物和水进去。他是铁了心要活活饿死自己的父亲。你想象一下韦提希夫人当时的心情，一边是结发一生的丈夫，一边是自己10月怀胎拉扯长大的亲生骨肉，这种骨肉相残的人间悲剧硬生生地砸在她这个母亲的身上。为了救丈夫，韦提希夫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每次去探监之前，就把蜂蜜和面粉混合在一起，涂抹在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身体上，然后再穿上衣服。到了牢里，她就悄悄刮下身上的面团，喂给老国王吃。靠着这个方法，老国王在死牢里撑了很多天都没有饿死。可是纸包不住火，这件事最终还是被篡位的儿子阿提氏发现了。阿提氏知道后勃然大怒，他愤怒的程度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拔出腰间锋利的宝剑，冲到母亲面前，一把抓住韦提希夫人的头发，怒吼着说：“你这个老贼，居然敢偷偷帮那个老头子！你跟他是一伙的，我今天就先杀了你！”就在那把剑即将砍下亲生母亲头颅的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的大臣拼死冲出来拦住了他，严厉地警告他：自古以来，为了争夺王位杀父亲的暴君或许有，但从来没有听过杀害亲生母亲的。如果你今天这么做，你就是禽兽不如，我们绝对不会再效忠你。阿提氏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收起了剑，但他依然没有放过母亲。他下令把韦提希夫人软禁在深宫里，剥夺了她所有的自由，随时可能刺死她。各位朋友，请你在脑海里停留一下这个画面：一个曾经高高在上、受万人敬仰的王后，现在被关在冰冷黑暗的宫殿里，她的丈夫快要被活活饿死，而把她推向死亡深渊的，竟然是她曾经最疼爱、最寄予厚望的亲生儿子。在那一个瞬间，韦提希夫人的心彻底碎了。她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眷恋，只剩下无尽的恐惧、绝望和痛苦。她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了，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在极度的崩溃中，韦提希夫人遥望着释迦牟尼佛修行的方向，
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磕头。他在心里狂喊：佛陀啊，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才会生下这样一个恶毒的儿子？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地狱般的痛苦和恶人，我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佛陀，求求您告诉我，宇宙中哪里有一个没有烦恼、没有忧愁的清净世界？我只想去那里，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充满恶人的娑婆世界了。因为他的至诚恳切，释迦牟尼佛立刻感知到了。佛陀带着弟子运用神通，直接出现在韦提希夫人的牢房里。看着痛哭失声的韦提希，佛陀没有说教，也没有用一堆大道理去安慰他。佛陀只是微微一笑，眉间放出了一道无比璀璨的光芒。这道光芒就像一个超级全息投影，把宇宙中十方诸佛的美好净土全部展现在韦提希夫人的面前，让她自己挑选。韦提希夫人看着那些庄严无比的画面，最后她的目光深深地被一个散发着柔和光芒的地方吸引住了。她对佛陀说：世尊，这些世界都很美好，但我最想去的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就这样，因为一个绝望母亲的痛哭祈求，释迦牟尼佛才正式向娑婆世界的众生宣讲了如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讲完这个故事，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现代。我们虽然不是国王或王后，也不一定会遭遇被亲生儿子拿剑指着的极端戏码，但是韦提希夫人经历的那种心如死灰的绝望感，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在我们的真实生活里，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楚从来没有少过。也许是你最信任的创业伙伴，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卷走了所有的资金，留下你一个人面对几千万的债务和讨债的黑衣人。也许是你深爱了十几年，为他生儿育女的另一半，突然有一天冷冷地递给你一份离婚协议书，你才知道他早就在外面有了别人。也许是你省吃俭用一辈子，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去栽培孩子出国留学，结果孩子却染上了恶习，甚至为了钱跟你反目成仇。又或者是你在某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拿到了一份写着恶性肿瘤的健检报告，瞬间觉得天崩地裂。当我们遭遇这些背叛、欺骗、失去和病痛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像韦提希夫人一样崩溃地问苍天：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我对人这么好，为什么别人要这样伤害我？我们觉得自己掉进了深渊，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们太不公平。我们在深夜里痛哭，觉得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但是各位朋友，佛法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极度震撼，甚至可以说是跨维度颠覆的洞察。在佛法的视角里，我们在人间所受的这些极致的痛苦，其实并不是老天爷在捉弄你，相反地，它是一份包装得很丑陋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都有一个非常顽固的弱点，叫做执着。如果这个娑婆世界永远风平浪静，如果你的另一半永远爱你，如果你的孩子永远听话，如果你的银行账户永远有花不完的钱，请问你会想要修行吗？你会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吗？绝对不会的，你会深深地爱上这个世界。所以当那些痛苦和背叛像大铁锤一样砸在你身上的时候，其实是宇宙或者是诸佛菩萨在拍拍你的肩膀，大声地提醒你：醒醒吧，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无常的，一切你以为抓得住的东西，最后都会溜走。不要再把你的灵魂寄托在这些随时会变质的人事物上了。韦提希夫人如果不是因为被亲生儿子逼到了绝境，她可能一辈子都会在皇宫里享受荣华富贵，永远不会想要寻求灵魂的解脱，最终也无法跳出轮回。
正是因为极度的痛苦，才让他升起了对娑婆世界极度的厌离心，也就是厌倦与想离开的心，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极乐世界极度的心求心，也就是欢喜与渴求的心。这两颗心正是通往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钥匙。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如果你觉得自己快要被生活压垮了，请你不要绝望。你的眼泪，你的伤疤，并不是你失败的证明，它们是你在娑婆世界缴交的学费，它们正在帮你打碎对这个虚幻世界的执念。当你对人间的完美不再抱有幻想的时候，恰恰就是你离西方极乐世界最近的时候。极乐世界的大门从来不是只为圣人而开，它正是为每一个在娑婆世界受了伤、受了委屈、渴望回家的人而敞开的。那么，既然我们心里已经有了对极乐世界的向往，面对眼前这堆每天都做不完的工作，还不完的贷款，难道我们要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辞职不干，抛家弃子跑去深山里出家念佛吗？10万亿佛土的距离，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人真的有办法跨越吗？最顶级的修行从来都不是逃避生活。前面我们谈到了极致的心理痛苦是打开极乐世界大门的钥匙，但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种家破人亡的剧痛，可是我每天的生活真的就是瞎忙，睁开眼要赶着出门上班，塞车、打卡、应付老板、处理奥客的抱怨，好不容易下班回到家，还有一堆家事等着我，孩子还要看功课，我连好好睡一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哪来的美国时间去修行、去念佛？极乐世界听起来很好，可是经典里说它距离我们有10万亿佛土那么遥远。我这个每天被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真的去得了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接地气的问题。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总觉得修行是一件高高在上的事情，好像非得要辞掉工作，抛家弃子，跑到深山老林里面每天吃素打坐才叫做修行。如果抱持着这种观念，那你就会觉得极乐世界是一个你这辈子永远都达不到的乌托邦。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里，我要为大家讲述第二个非常经典的佛教公案。这个故事能彻底打破你对修行的刻板印象。在古代，有一位以打铁为生的铁匠，大家都叫他黄打铁。打铁在古代绝对是1等1的苦差事。你想想那个画面，在一个狭窄不通风的铁匠铺里，旁边是熊熊燃烧的火炉，温度高得吓人。黄打铁每天就站在火炉旁，打着赤膊，汗如雨下。他左手要用力拉风箱，右手要抡起几10斤重的大铁锤，一锤一锤地用力砸在烧红的铁块上，铿锵铿锵，火星四溅，震耳欲聋。他每天从早打到晚，累得腰酸背痛，双手长满了厚厚的硬茧，却只能勉强换来1、2顿温饱。黄打铁常常一边打铁，一边在心里叹气，这日子实在太苦了，热得要命，累得要死，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种苦海？有一天，一位出家师傅路过他的铁匠铺，黄打铁赶紧放下铁锤，恭恭敬敬地请师傅喝水，然后大吐苦水。师傅啊，我这辈子真的是太苦了，我也想学佛，我也想修行，可是您看，我为了活下去，每天要花这么多力气打铁，根本没有时间去寺庙里诵经打坐。难道像我这样穷苦又劳碌的人就没有资格修行了吗？师父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慈悲地笑了笑，说：谁说修行一定要去寺庙？谁说修行就不能工作？我教你一个法门，不用你花半毛钱，
也不会耽误你打铁赚钱。只要你肯做，保证你能脱离苦海。黄打铁一听，眼睛都亮了，连忙问：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师父您快教我。师父说：很简单，你以后每拉一次风箱，就在心里念一句阿弥陀佛，每抡起铁锤打下去一次，也念一句阿弥陀佛，把这句佛号跟你的动作结合在一起，不要间断，就这么简单。黄打铁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脚踏实地。他对师父的话深信不疑，第二天就开始照做。一开始他不太习惯，又要顾着打铁，又要顾着念佛，常常会忘记。但慢慢的，他抓到了节奏，拉风箱，阿弥陀佛；打一锤，阿弥陀佛。火炉的热气依然逼人，铁锤依然沉重，但在这个单调而辛苦的过程中，他的心却慢慢的安静了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黄打铁发现，自从他开始一边念佛一边打铁之后，那个原本重得要命的铁锤好像变轻了，那原本让人热得烦躁的火炉好像也没那么难受了。他的心里不再充满抱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与踏实。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打铁念佛。几年后的一天，黄打铁跟妻子说：我今天要回家了。妻子觉得莫名其妙，你这不是在家里吗？你要回哪个家？黄打铁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他去洗了个澡，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走到铁砧前，拿起了他最熟悉的那把铁锤。他看着火炉，轻轻地打了一下铁，大声念出了一首雷语：叮叮当当，久炼成钢，太平将尽，我往西方。这首诗的意思是，我这一生就像这块铁一样，在叮叮当当的苦难中千锤百炼，现在终于炼成了坚不可摧的好钢。我心中期盼的终极太平已经到来，我现在就要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了。念完这4句诗，黄打铁把铁锤轻轻放下，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面带微笑，安详地往生了。当时整个铁匠铺里弥漫着奇异的香味，久久没有散去。各位朋友，这就是净土宗里非常有名的黄打铁往生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的现代人。我们现在的人常常抱怨工作太忙，压力太大。我们的打铁铺可能就是那间挤着几十个人的办公室。我们手里拿着的铁锤可能就是滑鼠与键盘。我们面对的高温火炉可能就是老板的催促和客户的无理取闹。我们每天在职场上当苦命的社畜，为了5斗米折腰，觉得自己委屈得不得了。我们总是说，等我哪天财富自由了，我就要去山上买块地，好好清修。可是黄打铁告诉我们，真正的道场从来就不在深山里，而是在你当下最苦、最累的生活之中。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如果你能在敲击键盘的时候，心里保持一份觉知；如果你能在开车塞在车阵中的时候，不急躁地狂按喇叭，而是在心里默念一句佛号；如果你能在面对家人唠叨的时候，深呼吸，把即将脱口而出的恶言恶语转化为一念慈悲，那你就是在修行。这时候，我们再来回答一开始的那个问题：10万亿佛土真的有那么遥远吗？从物理空间上来看，10万亿佛土确实是一个天文数字，就算坐光速太空船也飞不到。但在佛法的唯识学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念：心境决定处境。佛经里说的这10万亿佛土，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心中的10万亿个妄想与杂念。
我们心里充满了贪婪、愤怒、嫉妒、焦虑，这些负面的念头就像是一道又一道厚厚的墙壁，把我们跟极乐世界隔绝开来。所以，所谓的距离，不是空间的距离，而是心的距离。当你在生活中升起一个善念，当你专注地念出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等于打碎了一道妄想的墙壁。当你用这句佛号，把心里那些纷乱的杂念，那些对生活的抱怨，一点一滴地清理干净时，你的频率就跟阿弥陀佛的频率对接上了。就像你打开收音机，只要把频道调对了，不管电台距离你多远，你立刻就能听到清晰的音乐。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极乐世界其实就在我们一念之间。只要你具备了坚定的信心与渴望往生的愿力，当下这一念心清净了，即使是10万亿佛土的距离，也不过就是弹指之间的事。禅宗讲究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顿悟，去参透真理。这对我们这些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现代人来说，门槛实在太高了。而净土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套最方便、最稳妥的系统。你不需要有博士般的聪明才智，你不需要有大富大贵的背景，你只需要像黄打铁一样，拥有一颗纯粹、脚踏实地、相信的心。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也是阿弥陀佛为我们留下的终极捷径。听完了黄打铁的故事，相信你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底。真正的极乐世界不在遥远的天边，而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之间。佛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意思就是说，你想要觉悟，想要解脱，绝对不能脱离你现在的真实生活。如果你每天在佛堂里打坐念经时像个菩萨，一走出佛堂，遇到别人乱钻车道就破口大骂，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怨天尤人，那你的修行就只是表面的功夫，根本没有真正改变你的生命频率。我们前面说过，极乐世界的底层逻辑就是清净2个字，那里没有灰尘，没有烦恼，水是8功德水，地是柔软的黄金。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抵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前，我们难道只能在这充满压力的娑婆世界里痛苦地熬着吗？当然不是。六祖慧能大师说过，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还有一句更核心的话，心静则国土静。当你的心开始变得清净、柔软、充满善意的时候，你周围的磁场就会跟着改变。你眼前的这个充满缺陷的娑婆世界，在你心里就会渐渐转变成一小块专属于你的净土。为了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打造自己的心灵避风港，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今天看完影片你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不需要花钱，不需要特殊的场地，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开始。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清空观心。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通病，就是喜欢把白天的烦恼带到床上去。躺在床上时，脑子里还在回放老板骂你的画面，气恼另一半说的难听话，或焦虑明天的贷款。身体虽然躺下了，心却还在人间地狱里受苦。极乐世界最大的特点是无垢，没有一丝牵挂，因此我们要练习在睡前让心归零。今晚洗完澡，请在床边坐好，闭上眼，给自己完整的3分钟。想象你正站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旁，池水散发着温柔的光芒。深呼吸，把一整天的疲惫、委屈、愤怒与焦虑化作一团黑雾，随着吐气慢慢排出。接着想象池里清凉甘甜的8功德水从你的头顶缓缓浇灌而下，抚平你眉间的紧绷，洗去肩膀的沉重，
与心里所有的不甘心，在心里对自己说：今天结束了，好的坏的，我都留在今天。我原谅别人对我的伤害，也原谅自己今天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此刻的我是清净的，带着这份干净与轻松入睡。这3分钟的清空能截断烦恼的延续，让你的灵魂在梦中得到真正的修复。第2个行动，转念的说话练习。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脱口而出的话，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抱怨。比如，我怎么这么倒霉？你为什么总是讲不听？在佛法中，嘴巴造的业叫做口业，言语带有强大的能量。当你不断抱怨、吐苦水时，其实是在向宇宙发射负面频率。这种频率会吸引更多倒霉事来到身边，让生活变得更糟。极乐世界里，连鸟鸣与微风都在讲述美好的佛法，让人心生欢喜。我们虽做不到句句是佛法，但绝对可以练习说善语。从今天开始，试着在想抱怨的瞬间踩个刹车，把我怎么这么倒霉换成这是在提醒我下次更小心。把指责你总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换成如果你能帮我把杯子收好，我会很开心。如果真遇到气到发抖的时候，那就闭上嘴巴，在心里默念3句阿弥陀佛。你的嘴巴就是你个人磁场的风水。减少抱怨，多说柔软、包容、感恩的话，身边的人就会越来越喜欢靠近你。你的生活环境也会渐渐变成一个充满善意的小净土。第3个行动，最忙碌也能做的每日10念法。如果你觉得我真的太忙了，连睡觉都不够，根本管不住脾气，那该怎么办？没关系，佛陀早就为疲惫的现代人准备了终极的极简法门。10念法，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其实是宇宙最顶级的通关密语。南无意思是完全交付，阿弥是无量，陀佛是光与寿命的觉悟者。整句话就是我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拥有无量光明与寿命的觉悟者。每天只要抽出短短1分钟，不管刚起床、上厕所或等红绿灯，挺直腰杆，深吸一口气，吐气时专注缓慢地默念或小声念出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连念10句，期间什么都不要想，把注意力全集中在这6个字上。千万别小看这10句佛号。经典里说，临终至诚10念就能叩开极乐世界的大门。而在日常生活中，这10念法就像在你混乱的心海里抛下一个沉稳的船锚。当你快被生活的巨浪吞噬时，它能瞬间把你的心跟阿弥陀佛慈悲与平静的频率连线接通。这3个微小的行动，睡前的清空，日常的善语，每日的10念，做起来一点都不难，对吧？不需要你立刻变成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只需要你每天给自己的心灵一点点喘息与净化的空间。当你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为自己种下了一朵属于你的莲花。你越是保持心灵的清净，那朵莲花就会开得越灿烂。当我们学会在娑婆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心，极乐世界其实就已经在眼前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一起走过了一段很长也很深刻的旅程。从一开始，我们看见了自己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与委屈。接着，我们推开了那扇超越轮回的大门，看见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无比庄严。我们从韦提希夫人的眼泪中懂得了绝望有时候正是觉醒的开端，也从黄打铁的铿锵声中明白了真正的修行从来就不在深山老林，而是在我们最平凡最琐碎的生活里。或许
听到这里的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丝丝的犹豫，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问自己，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可以吗？我常常控制不住脾气，我有很多缺点，我甚至有时候还会自私，会嫉妒，这样满身都是毛病。不完美的我，真的会被阿弥陀佛接纳吗？各位朋友，请你现在深呼吸，静下心来，听我说几句心里话。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无数的考试与评估，这个世界总是要求你必须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更优秀的人，才能拿到及格的分数，才能获得别人的掌声与爱。但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里，从来就没有这张残酷的考卷。阿弥陀佛在无量劫以前，用漫长的5劫时间去考察，去发愿，去打造那个完美的净土，从来都不是为了挑选那些没有缺点的圣人，非做这一切是为了接引我们这些在娑婆世界里跌跌撞撞、满身泥泞、受尽了委屈与沧桑的孩子们回家。非就像一位最慈悲、最包容的母亲，永远站在家门口，看着在外面流浪，弄得全身是伤的你。当你哭着走进非的时候，非绝对不会指责你为什么这么脏，为什么总是学不乖，非只会无比心疼地张开双臂，把你紧紧抱在怀里，轻轻拍着你的背，告诉你，孩子，你辛苦了，欢迎回家。只要你愿意相信，只要你愿意在心里留一个干净的位置给这份纯粹的善意，只要你愿意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轻轻在心里念出一句佛号，那一刻，你身上所有的重担与恐惧都会被这股宇宙间最温柔的力量所托起。因为佛法讲到最后的最高境界，从来都不是向外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当你的心放下了对过去的怨恨，你的心就是清净的。当你的心充满了对他人的包容，你的心就是光明的。当你愿意用善意去对待这个充满缺陷的世界，10万亿佛土的距离听起来好遥远，但其实它就在你这一念慈悲的瞬间彻底消融。这部影片希望能成为你在喧嚣世间里一处安顿灵魂的小小避风港。当你觉得累了、倦了，随时欢迎你回到这里，让心灵重新充饱电。在影片的最后，我有一个非常真诚的邀请。佛法常说，心念会创造实相，众人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有千千万万个跟我们一样，渴望平静、渴望温暖的灵魂，正在看着同样的画面。我希望我们能一起把心里的那份善意化作真实改变世界的力量。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此刻的善言或者是祈福语。你可以写下一句简单的南无阿弥陀佛，为自己种下一朵清净的莲花。你也可以写下对父母身体健康的祈愿，对孩子平安长大的祝福，甚至哪怕你只是写下一句愿所有看到这条留言的人今天都能睡个好觉，不再悲伤，这都是无比珍贵的功德。当我们每个人都在留言区留下一盏善意的烛光，这里就会汇聚成一片不可思议的光海。这个充满慈悲与爱的大磁场会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实在在地回馈到你的生活里，为你化解那些不如意的障碍，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与平静。谢谢你今天愿意把这么长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这段寻找内心净土的旅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给了你一点点温暖与力量，邀请你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把这份善缘留在身边。未来我们还会一起探讨更多安顿身心的方法。不管明天醒来眼前的世界有多么喧闹与挑战，请永远记得，你的心里早就拥有一座无比庄严的极乐世界。
愿你在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里心生欢喜，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